我與陸晨相戀10年，在訂婚宴當天，卻看到他與初戀緊緊相擁。原來他從未放下過他，我不過是他填補寂寞的替身。宿主，你的任務即完成，是否選擇脫離這個世界？我閉上眼，輕聲應下。可命運弄人，系統故障，我失去了離開的資格。後來，我接受了系統的補償，以全新的身份留在了這裡。但陸晨卻找到了我，他雙目通紅地跪在我面前，聲音顫抖：“阿寧，我後悔了，求你回來，這一次換我來愛你，好不好？”大家好，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訂婚宴即將開始，作為男主角的陸晨還看不到影子，電話一直打不通，周圍的朋友賓客紛紛起哄，要我這個女主角親自去找找看。陸晨是出了名的冷漠又薄情，就算是一起長大的好兄弟，在生意場上遇見他都恨不得退避三舍。這麼多年，唯一能和他正常對話的也只有我一個。人們都說我們郎才女貌，天造地設，我也這麼想。起身給哄笑着祝福朋友們擺了擺手，我去化妝間看看，你們先吃着喝着，一會兒結束給你們發紅包。謝謝婉姐，嫂子萬歲。簡單應和了幾聲，我就提着裙擺往化妝間走去。路過走廊的小陽台，風捲起白色的紗簾，在地面上透出淺金色的紋路，熟悉的檀香味鑽進鼻腔。我下意識地往旁邊看去，這個味道我並不喜歡，只是陸晨總用，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原來在這，我悄悄鬆了口氣，準備去提醒對方：“你真的愛他嗎？”帶着哭腔的質問傳來，我的腳步也隨之一致。簡柔，我要訂婚了。阿晨哥哥，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回答他的是一陣沉默。那個質問陸晨的女孩，我認識，簡柔，她的初戀。此時，她正梨花帶雨地捏着我未婚夫的衣角，眼神中滿是痛苦與委屈。宴會廳的試音聲響了起來，像是一種無形的催促。可在場的3個人卻沒人挪動步子，似乎是察覺到了對方的掙扎與猶豫。簡柔上前幾步，如果你心裡還有我一點點，就抱抱我。不等對方話音落，陸晨就將她攬到懷中，就像是要將對方揉進骨血一般。2個人在微風和煦的天台上緊緊相擁，只留我一個人縮在門後陰影處。陸晨還算有點底線，沒有直接帶着簡柔私奔離開。我看着2人一前一後離開了陽台，才從陰影處走出來。他是個內斂的人，有什麼情緒都不喜歡表現出來。剛在一起時，我總是刻意逼迫對方說些情話，或者對我做些親密的舉動，可他只是皺着眉，將我湊過去的頭推遠一些。阿寧，你知道我不是這種性格。回想起剛才的情景，我不由得自嘲地扯了扯嘴角。他不是木訥的樹，只是從來不對我開花罷了。嫂子來了。見我推門進來，這場宴會終於也能正常進行。陸晨還是一如既往冷靜體面，即便是為我戴戒指時，也沒有絲毫情緒波動。他看着愣神的我，不悅地皺了皺眉。明晚與喚簡柔名字時的無奈與溫柔不同，他的語氣掛上了幾分警告的意味。我回過神，掛上了職業微笑，為他戴上了那枚在燈光下冒着寒光的戒指。應付完賓客後，我將自己砸在駕駛座上，陸晨則像往常一樣坐到了後座。他低頭研究着發光的 pad， 如果不是因為感受到中指上傳來的壓感，我甚至分不清今天與往常有什麼區別。陸晨，今天你等下。他的手機鈴聲適時響起，隨後不等我說完話，
他就拉開車門離開了。我透過後視鏡看着遠處有些模糊的人影，即便只是個輪廓，我依然能從他有些無所適從的肢體動作上看到一絲少年人特有的局促。愛情會讓人變幼稚，果然不假。只可惜，我未婚夫陷入愛情的對象不是我。我有點事，你自己想辦法回去。命令一般的話語傳來。我抬起頭望着拉開我身側車門的陸晨，胃裡沒來由地傳來一陣灼燒感。什麼事重要到必須讓你丟下今天剛訂婚的未婚妻？或許是因為理虧。沉默幾秒鐘之後，他煩躁地摘下靠我近些的藍牙耳機，嘆了口氣：“阿寧，你向來最懂事，今天是怎麼了？”“阿晨哥哥，我好。”耳機中傳來一陣嬌嗔，陸晨臉色也有些難看。不等我反駁，對方已經拉着我的胳膊將我扯出來，隨後他和車子一起揚長而去。與此同時，耳畔傳來了沒有感情的機械聲：“宿主，你的任務即完成，是否選擇脫離這個世界？”我閉上眼睛，輕輕點頭：“好的。脫離計劃將於12小時後啟動，您可以隨時撤銷申請。就這樣吧，這樣或許也好。”陸晨小說中深情又悲慘的男二號，他與女主角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卻沒能抵擋住天降竹馬的橫插一腳。向來內斂的他，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初戀被別人搶走。再後來，一次次安慰着被男主虐身虐心的女主角，最後因為幫助女主逃跑意外身亡。讀者們心疼他的深情，又氣惱他的木訥，可只有我看到了他沉默寡言背後的細心與溫柔。他會記得與他相關的一切細枝末節，他會察覺到他每一個微小的情緒變化。他不是木訥的樹，而是凜冬的雪，溫柔又磅礴地包容着世間萬物。可我偏偏忘了，那是對他，不是對我。因為車禍陷入昏迷之後，系統找到了我。他說可以給我一個任務，只要我能拯救陸晨的死亡結局，就給我重新活一次的機會。我開心地接受了這個任務，並且不遺餘力地想將他拽離命運的漩渦。可對愛情一竅不通的我，在剛來到這個世界時就犯了難。我不懂如何去愛，更不懂如何表達，只能學着他的樣子跟在背後默默守護。陸晨是個優秀的建築師，他曾經說，雖然冷冰冰的鋼筋水泥是房屋的骨骼與血肉，但居住的人會賦予他們溫度。為了給他形單影只的家增添些人的溫度，我用自己的親手獎勵買下了他家旁邊的房子。我會的東西不多，用之前朋友的話來講，就是除了畫畫以外一無是處。來到這裡之後，看着因為簡柔離開自虐般將自己困在房屋裡的他，我開始四處去走去看。我描摹着春天每一株盛開的花，渲染着夏季穿透樹葉的陽光，收集着秋天飛舞飄下的落葉。然後我把這些景色順着門縫塞給他，連同我不知所云的嘮叨。終於在冬季的第一片雪花落下時，他緊鎖的大門向我打開了一條微小的縫隙。我擠了進去，幫他清理着落在地上的灰塵。他看我手忙腳亂地想幫他做飯，最後卻差點把廚房點着的樣子，忍不住笑出了聲。為什麼要幫我？因為我喜歡你。或許是我的話太過直白，他望向我的眼神有一瞬間的閃躲。為什麼？喜歡哪有為什麼？我就是希望你幸福，這樣我就也能幸福。他不懂我話裡的第二層含義，只是從落地窗前緩緩走向我，隨後伸手接過平底鍋，順便擦掉了我臉上的污漬。我來吧。再後來，有了我的陪伴和幫忙，他慢慢脫離了劇情的掌控。
他不再是那個鬱鬱寡歡的青年建築師，而是搖身一變，成為了這座城市屈指可數的大老闆。我也一直陪在他身邊，幫他分擔一些設計畫圖的工作。子公司成立時，他將20%的股份轉到了我名下。他牽着我的手，罕見地將嘴角勾起一個淺淺的弧度。寧婉，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眾人的歡呼聲沖淡了我的焦慮，以至於我沒有發現，即便是他對我感情最濃烈的時候，都沒能親口說一句愛我。10年的時間很長，長到我幾乎要適應了這裡的生活，將自己當成陸晨的妻子。10年的時間又很短，短到只要簡柔一出現，那些曾經用心搭建起的虛假繁榮就會頃刻間潰不成軍。原著劇情結束之後，他再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歲月對女主角總是有格外的優待，在我看來，她與10年之前沒有一絲一毫的不同，在陸晨眼中也是。所以他只要對紅着眼睛走上前說一句阿晨哥哥，他就會拋下和我的紀念日送他去醫院。他生病了，又沒有家人，我不幫忙的話會出事的。他找的理由冠冕堂皇，我看着他的眼睛，想從中辨認出我愛人的模樣。普通感冒也需要你不眠不休地照顧一夜。他頭痛，不能開車。陸晨想來不喜歡解釋，能說這些已經是魄力。見我還想繼續嗆聲，就煩躁地抓了抓頭髮，隨後將外套丟在一旁。寧婉，別鬧了，我很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陸晨心虛，那次之後，我真的很少再聽到有關簡柔的消息。公司的業務繁忙，於是他將訂婚宴的相關事宜統統交給了我。我以為那是信任，所以風風火火的準備，可沒想到我的忙碌成了他們2個感情升溫的苗床。開門聲打斷了我的思緒，瞥了一眼窗外高懸的月色，我起身往玄關走去。阿寧，你還沒睡？陸晨的身上沾染着濃烈的香水味，和他自己的味道混在一起，燻得我有些反胃。你愛我嗎？陸晨。他愣了一秒，隨後像是察覺到了什麼一樣，下意識將手機反扣在矮櫃上。都訂婚了，你還在鬧什麼？我沒有鬧。如果你還有一點點的愛我，就把有關簡柔的一切都刪掉，我就當成什麼事情都沒發生。我克制着聲音的顫抖，死死地盯着他，眼淚逐漸翻湧上來。鼻頭的酸痛提醒着我，此時此刻自己有多狼狽。其實和他在一起的這些年，我很少哭，畢竟是拯救喜歡角色和自己的雙贏任務。再加上陸晨不喜歡笑，所以我每天都刻意活在亢奮又陽光的氛圍裡。或許是被我的狀態嚇到，他的表情終於有了一絲絲的鬆動。就在他嘴唇翕動，即將說出好那個字時，櫃子上的手機傳來了一陣急促的震動。我猜得到是誰，他也猜得到。別接！我摁住他的手，輕輕搖頭，求你別接，這是我給我們的10年留下的最後的機會。可他一點點撥開了我的手。阿寧，抱歉，我不知道陸晨是幾點回到家的。早上起來時，飯菜的香氣已經盈滿了整間屋子。他局促地搓了搓手，隨後將飯菜往我這邊推了推。起來了，快吃點東西。我買了蝦仁湯包，你最愛吃的。我海鮮過敏。我沒有說話，去櫃子上拿了一片麵包塞進嘴裡。幾個被拋棄的蝦仁湯包畏畏縮縮在盤子裡抱作一團。露出來的粉紅色尾巴冒着絲絲熱氣，一口咬下去應該能把人燙個半死。那是簡柔最喜歡吃的東西。恍惚間，我忽然有個疑問，他知道我喜歡吃什麼嗎？我不挑食，除了過敏源，基本上都能吃下去。再加上陸晨的廚藝不錯，
所以基本上他做什麼我就吃什麼。他不問，我不說，這是我們最常見的相處模式。我原以為長此以往，兩個人一定會在相處中逐漸發現彼此的優點、缺點、興趣愛好。現在看來，恐怕只有我一個人這麼想。我忘他怎麼樣？陸晨聽見我提起簡柔，立刻豎起了自己身上的刺。你問這個幹神？一個人在醫院，應該很需要人陪。你買點東西去照顧他吧。被我的話嚇了一跳，陸晨瞪大了雙眼，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看着我，一口一口塞完手裡的麵包，才喉結滾動，問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不介意？快去吧。聽見我的話，他緊繃的身體瞬間放鬆下來，隨後他上前2步，在我的額頭輕輕落下了一個吻。謝謝你，阿寧，我晚上回來給你做晚餐，記得等我。我沒有點頭，只是帶着機械的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口。系統的提示音在耳畔響起，面對他的再次確認，我點了點頭，表示同意。陸晨，再見了，我不會再等你了。再睜開眼，我卻沒有回到記憶中的街道。我不是應該回去嗎？怎麼？宿主抱歉，由於系統維護，本次時空躍遷失敗了。我方給您提供了一個補償方案，您看看能不能接受？系統說着，就將通知發了過來。說實話，他們給的補償還算可以。我能以一個全新的健康身體生活在這個世界，不僅會得到房子、車子以及幸運加成，還能獲得一筆足夠後半生躺平的補償金。反正在原來的世界，我也是個孤兒院長大的野孩子，這麼權衡，似乎接受這份補償也不錯。我接受，請宿主為自己的新身份命名。盯着起名框想了一會兒，我還是將寧婉2個字輸了上去。名字是自己的，我用了快30年，沒必要為了一段感情連這個都扔了。離開了陸晨和攻略任務，我忽然變成了無債一身輕的無業遊民。因為幸運 buff 存在，平日裡不管是買彩票還是抽獎，我總能拿到最高的那一檔。住所附近娃娃機店的老闆看我滿載而歸的推車，都氣得臉上發黑，就差直接在門口貼個標語顯示寧婉和狗不得入內。好了，老闆，這些還你。我在車子上挑了個自己最喜歡的，隨後將剩下的還了回去。老闆不可置信地看了我幾眼，在確定我只要一個之後，立刻喜笑顏開地說要給我拿個紀念品。小姐，不好意思，請問你能不能把這個賣給我？我妹妹她一直想要這個娃娃，但店裡綠色的好像只剩下一個了。身旁傳來一聲是試探性的問候，我轉頭去看，一個20出頭的男人正帶着笑意指着框中的娃娃。好，我捏出那個娃娃，拒絕了對方付錢的請求。隨後，對櫃檯裡翻找紀念品的老闆擺了擺手：“別找了，老闆，那個綠蛤蟆就當是紀念品得了。”這種混吃等死的生活，我過了一段時間，看着肚子上日益重巒疊嶂的贅肉，不由得嘆了口氣。早知道就讓系統加一個狂吃不胖的設定了。沒辦法，為了健康，我還是準備走出家門，找點正經事情做。思來想去，我還是決定做回老本行，街頭繪畫。無它，能有點運動量，並且時間自由，還能曬到太陽的工作，我只能想到這一個。或許是因為我的技術不錯，也或許是因為這是個出名的旅遊城市，我的小攤子上還總是有不少客人。你好，小姐，又見面了。一大一小2個身影出現在我面前，我抬頭去看，只覺得面前這個白襯衫少年有些眼熟。再低頭一看，毛線帽小姑娘抱着的那個玩偶勾起了我的回憶。綠蛤蟆，
那人被我脫口而出的話逗笑，隨後擺了擺手：“我叫沈佩，這是我妹妹沈芝。”小女孩靦腆地笑了笑。兩個人就在我的攤子前坐好，熟人照顧生意，我自然也得拿出100萬分的誠意。就在我摩拳擦掌，準備大展身手畫一幅驚世巨作的時候，突然感覺身後傳來了一陣莫名其妙的拉力。再轉頭去看，一張熟悉的臉出現在眼前。阿寧，是你嗎？見到我的臉後，陸晨如夢初醒般地放開了手。他後撤2步，不自然地咳嗽2聲。抱歉，你畫畫的背影和我妻子很像。妻子，我在腦中咀嚼了一下這個詞，隨後偷偷翻了個白眼。沒什麼事的話，我就繼續工作了。你是畫家，不明顯嗎？我往右邊挪了幾步，擋住自己的話，以防止對方看出端倪。誰知他卻不打算走，還往前走了幾步。那你能不能幫我也畫？不能，我畫完最後一張就要收攤了。見我拒絕，陸晨還是不願意離開，甚至抬手想要拉住我，但不等他的手湊過來，沈佩就先一步擋在了我們之間。這位先生，我女朋友接下來還要和我約會，請您自重。或許是這些爭執在這個平和的城市有些顯眼，周圍的人紛紛側目。陸晨大小也算個名人，看着周圍人準備舉起的手機，後撤2步，輕輕鞠躬：“抱歉，是我唐突了。”等對方走後，沈佩也鬆了口氣，隨後面向我眨了眨眼睛：“事急從權，你不怪我吧？”“沒事，謝謝你。”得到我的感謝後，他沒有回自己的位置坐好，而是又湊近了些。想感謝我的話，就讓我請你吃飯吧。街角的咖啡廳裡，沈佩正一口一口往他妹妹嘴裡餵蛋糕。我盯着他們看了一會兒，冒着熱氣的咖啡就被端了上來。這年頭，泡女生都要帶上小孩子當助攻了嗎？抿了一口拿鐵，我上下打量着坐我對面的沈佩。她看上去很年輕，皮膚很白，栗色的捲髮剛好蓋住眉毛，笑起來的時候眼睛會亮晶晶地彎起來，一看就知道是個樂觀又充滿生命力的人。簡單來說，就是不適合我，糊裡糊塗喜歡了陸晨10年。我愛人的能力早已經在一次又次付出中消耗殆盡了。寧小姐在想什麼？對方的聲音將我的思緒拉回。看着少年明亮的眸子，我搖搖頭，隨後拿起自己的東西準備離開。你們慢慢吃，我先走了。哎，別，我有事想拜托。見他準備推進正題，我側身和他拉開距離。抱歉，沈先生，我對戀愛沒有興趣，你也不是我喜歡的類型。謝謝你剛才幫我解圍，再見。故作瀟灑地轉身離開後，沒過幾步，我就被身後的聲音喊停。一回頭，沈佩正站在我的身後，呼吸也因為步伐的急促有些加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想問，您願不願意幫我妹妹畫一本以她為主角的畫冊啊？尷尬與慌亂瞬間化作紅暈爬上我的臉頰。好在對面的少年只是聳了聳肩，隨後用燦爛的笑容幫我擋住了初春乾燥的陽光。我抬頭，恰好撞進他璀璨的眼中。沈佩告訴我，他妹妹是一名血癌患者，下個月就要接受化療，因此他想多留下一些有頭髮時的痕跡。為什麼不用相機？我偏過頭，透過咖啡廳的落地窗，看到那個戴着紅帽子的女孩正安靜地趴在桌上和自己的小玩偶對視。她不喜歡。沈佩順着我的目光也看過去，眼神中充滿了遺憾。她說，照相機的像素不如人的眼睛，再怎麼拍攝也不過是用機械去看待失真的世界。但畫筆不同，每一幅畫都記錄着畫家最真實的感受。
是有溫度的，不像小孩子能說出來的話。是啊，不像。輕輕嘆了一口氣，沈佩轉頭看向我，而且您是插畫集《水泥森林的溫度》的作者吧？我和小芝看您的畫風猜到的，那是他最喜歡的畫冊之一，所以希望您能幫個忙，價格都好商量。水泥森林的溫度是我之前和陸晨在一起時的作品，只不過他覺得這種插畫集很無聊，還浪費精力，翻看了幾頁就丟到一旁。後來我也越來越忙，就徹底擱置了這個事業。沒想到在遙遠的海港還會有人記得我的畫，還喜歡了這麼多年。不用錢，我幫你們。沈佩得到我的回應，笑着點了點頭。春風捎來了幾朵掉落的迎春花，從我們面前匆匆掠過，又被輕輕拍在咖啡廳的落地窗上。沈芝挪動着身子湊上前，伸手描摹着花瓣的形狀。隨後他想有什麼感應一般抬頭看向這邊，在發現我們之後露出了一個燦爛的笑，用力地向這裡揮手，仿佛要煽動初春的風。答應沈佩的請求之後，我的生活瞬間忙碌了起來。這裡是他們的老家，兩個人之所以過來旅行，是因為沈芝在知道自己患病之後，想回自己出生的地方轉轉。考慮到癌症治療需要消耗的金錢，我乾脆讓他們退掉了賓館，來我家住。這不是可憐你們呢，我只是覺得能省一點是一點，而且我和小芝一起生活，才更好給他畫畫。沈佩欲言又止的想要說些什麼，他身旁的女孩已經搶先一步牽住了我的手。就這樣，我們三個人以一種奇妙的合作關係生活在了一起。更出我意料的是，沈佩的職業竟然是攝影師。提起自己的工作，他無奈地攤攤手，望向沈芝的眼神也多了幾分委屈。被自己妹妹嫌棄到這個程度的哥哥，我恐怕也是世間獨一份了。別這麼想，我把橙汁推向他，杯中的液體在桌上投影下一片橘色的海浪。就算攝像機是機器的眼睛，可摁下快門的是你。機械或許沒有溫度，但你拍下那張照片的瞬間，就已經把它變成專屬於你的記錄了。沈佩聞言沒有說話，只是抬起頭定定地盯着我看，直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轉過頭，他才如夢初醒地端起面前的橙汁，隨後慌亂地挪開眼睛。陽光透過玻璃窗，穿過在窗前玩玩具的小孩，透過我手中的畫筆，將他和我的耳廓染上了幾絲绯紅。嘿嘿，小芝一直說想看海，下一站的目的地要不就定在海邊。好啊，我拍了拍臉，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嗖的一下站起身，隨後尷尬地活動着手腳，像遊戲中沒有指令時待機的 NPC。天還挺熱的，我去加點冰。好，你多加點。沈佩從現場逃離之後，我也悄悄鬆了一口氣。當時在咖啡廳，因為自以為是鬧出的笑話還歷歷在目，我可不想再重溫那時候的尷尬了。寧婉，你要冷靜，別再因為自己無處安放的感情自討苦吃了。這座城市離大海很近，從我住的地方出發，不到半個小時就能見到碧藍色的海岸線。在來這裡之前，我做了很多的攻略與準備，想給沈芝留下一段難忘的回憶。誰知這一切卻因為陸晨這個不速之客，瞬間化為泡影。又見面了，畫家小姐。她伸手擋住買了飲料準備往回走的我。不好意思，我不認識你。拒絕了她的搭訕，我開始加快腳步往目的地走，她卻不依不饒地跟在我身後，嘴裡還喋喋不休地說起自己的生平。這裡真美，我妻子失蹤前總說想來，結果我因為忙於事業，總是一推再推。我翻了個白眼，不想理會他的故作深情。
我找了他很久，可他仿佛人間蒸發了一樣。我去了很多我們以前計劃着去的地方，卻始終沒發現他的蹤跡。畫家小姐，你說我該怎麼辦？如果你怎麼都找不到一個人，只有2個可能，要麼他死了，要麼他死都不想再見你。我停下腳步，直面陸晨的質疑。他察覺到我的煩躁，眼神有一瞬間的黯淡。抱歉，我實在是太想找個人說說話了。你在某些時候和他很像，所以我才……這位先生，你想演戲，麻煩去找劇組。我沒。明晚怎麼去了這麼久？我話音未落，不遠處一大一小2個身影就蹦蹦跳跳地來到了我的面前。聽見我的名字，陸晨瞬間瞪大了雙眼，他像發狂了一般，伸出手死死地扣住我的肩膀。你是寧婉？阿寧，是你對不對？我找了你好久，終於找到你了。不遠處的沈佩見狀，快步上前拉開了陸晨的手。小沈之也一臉嚴肅地站在我跟前，伸出小小的手護在我身前。阿寧，我知道錯了，我已經把簡柔送出國了。我向你保證，我不會再像之前一樣了。求求你原諒我好不好？陸晨沒有理會身旁人的阻攔，紅着眼睛看向我的方向。不知具體情況的沈佩不好直接動粗，只能向我投來一個詢問的眼神。這位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誰，但顯然你現在認錯人了。我上前幾步，克制着強烈的惡心感與煩躁感。如果你想找人，請報警去警察局，別在這裡給陌生人添麻煩。這邊的騷動引來了海灘的保安，他們簡單詢問情況之後便攔住了陸晨，隨後放我們一行人離開。原本的看海計劃瞬間破產。回家路上，沈家兄妹為了照顧我的情緒，都忍着心中的疑慮沒有說話。為了活躍氣氛，沈佩還嘗試着講笑話逗我開心，只是我實在沒有心力切換到社交模式，只能擺擺手，隨後將頭磕在車窗上，看着路旁的街景飛速倒退。或許是那10年的搓磨給我帶來的傷害太深，即便我已經對這段感情釋懷，但在見到陸晨，心裡還是會忍不住的不舒服。回到家後，沈之聽話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我在陽台上的搖椅中蜷縮着發呆，那10年的記憶像幻燈片一樣在腦中回放。要不要喝一杯？沈佩拿着酒杯，自然地坐在我旁邊。我點點頭，他倒上酒。你的心事我不會問的，但如果你想說，我願意聽，哪怕這個故事無趣又冗長。人的過去都是寶貴的，對我而言，你的故事是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哪怕它可能沒有那麼美好。或許是酒精的作用，或許是心理防線的崩潰。那一瞬間，我對面前這個人產生了一種奇怪的信任感。好，那你可能要多聽一會兒了。我和沈佩講了我的10年，他聽着聽着，卻不自覺紅了眼眶。我講故事，你哭什麼？將紙巾遞過去之後，我故作無所謂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誰知對方搖搖頭，將紙巾塞回我手中。寧婉，你可以哭。他的話仿佛有一股魔力，牽動着我已經變成一潭死水的情緒。其實離開陸晨之後，我沒怎麼掉過眼淚，反正有錢有閒，我什麼都不缺，沒什麼值得難過的。我一直這麼安慰自己，即便某個夜晚情緒會忽然決堤，我也會迅速控制住眼淚，沒什麼可難過的，都過去了。我一直這麼安慰自己，可有些事情沒那麼容易過去。這10年的故事壓在我心中，像是一塊千斤重的石頭，我刻意無視，它就越來越重，但我無計可施，只能等待它越變越大，直至堵塞我的前路，壓彎我的骨頭。可沈佩忽然出現了，他告訴我，我可以悲傷，也可以難過，
現在很好，不代表就要原諒過去。我也可以不用裝作灑脫，我甚至能夠耿耿於懷到徹底釋懷。那天晚上，我不記得自己哭了多久，我只記得隨着決堤的淚水，那些過往的記憶似乎真的逐漸從我的世界中被一針針刪除，直到眼淚流乾、昏昏欲睡之際，我才覺得自己終於掙脫了這10年的桎梏。有一雙溫柔的手輕輕拂過我的頭髮，隨後一個聲音傳來，他說：“沒關係的，寧婉，都過去了。”他說：“別難過了，寧婉，會過去的。”他說：“寧婉，晚安。”陸晨的調查能力很強，沒用多久，他就查到了我家的住址。不僅如此，他還順藤摸瓜找到了我的畫。一個人的畫風就和自己一樣，總是帶着強烈的個人風格，所以他很容易就認出了我。他堵在門口好幾天，說什麼都要和我談談。我試過報警，但只要他從警察局出來，就會繼續蹲在門口守着。沈佩氣得想去揍他一頓，但被我制止。我說我想去和他見一面。臨出門前，沈佩拉着沈芝站在門口，語氣中掛上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委屈。你還回來嗎？這個畫面的既視感太強，讓我想到那個你從外面回來之後還愛我嗎的搞笑漫畫。我捏捏沈芝的臉，又拍拍沈佩的頭。晚上我想吃糖醋小排，不要香菜。到約定的地點後，陸晨已經包下了整間咖啡廳。見我過來，他趕忙快步上前，拉住我的手：“阿寧，你來了。”我不動聲色地抽出自己的手，與他拉開距離。“陸先生，請你以後不要再來打擾我了。”你叫我什麼？他的聲音因為我的行為有些微微顫抖。隨後，他吸了吸鼻子，像什麼都不知道一樣，把我摁在了座位上。“你嘗嘗我親手做的提拉米蘇，你以前最喜歡了。”陸晨，你真的很沒意思。無所謂，有沒有意思都無所謂，只要你回來，我做。我不愛你了。這句話似乎砸穿了他最後的防線。他低下頭，眼淚大顆大顆地滾了下來。我看見他翕動的嘴唇和顫抖的雙肩，心中也掠過一絲無奈。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可我還愛你。他的聲音帶着哽咽，卻始終不敢抬頭看我。那不是愛，陸晨，你只是習慣了我在你身邊，習慣了我對你好，所以出現了戒斷反應。不是，我愛你，阿寧。你不在的日子裡，我食不知味，睡不安寢。我知道你是怪我去找簡柔，我向你保證，我不只是因為簡柔。我搖了搖頭，將面前精緻的蛋糕推了回去。陸晨，愛過你這件事，我從來都不後悔，所以麻煩你給我們都留點體面，別再來找我，也別讓我覺得自己花了10年喜歡了一個一無是處的爛人。說完，我站起身準備離開，他也跟着起身，蹣跚着往前幾步，隨後跪在地上，牽着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唇邊。阿寧，我後悔了，求你回來，我們重新開始，這一次換我來愛你，好不好？我嘆了口氣，甩開他的手。不好，時間不早了，我要回家了，家裡還有人等我。陸先生，再也不見。那天之後，陸晨的騷擾也沒有結束，不過多虧了幸運 buff 加成，他一般沒說幾句話就被熱心群眾送進警察局或者保安室。我的生活雖然有些麻煩，但也沒受到多少影響。他也嘗試過報警，想證實我就是他記憶中的寧婉，可系統準備的身份天衣無縫，他再怎麼折騰也是白費功夫。1個月的時間很快，和沈家兄妹約定的事情也全部完成。我也收拾好行李，準備暫離這座城市。在機場分別時，沈芝將自己的小帽子送給了我。沈佩幫我拉着行李箱，望着我欲言又止了好幾次，
最後在自己妹妹的推搡下才上前問我：“你有什麼打算？環遊世界？”我甩了甩手中的機票，我想去看看不同的風景，也想去見見不同的人。哦，那也挺好的。陸晨他放心吧，他找不到我的。沈佩聞言，輕輕點了點頭。機場的廣播提醒我要加快步子。我接過自己的行李箱，隨後向他們兩個揮了揮手，保持聯繫。我會給你們寄明信片的。那之後，我去了很多地方，看過磅礴的沙漠、溫柔的湖水，也看過江南婉約細密的春雨，聽過麥田中植物瘋長的聲音。在一次又一次旅行中，我察覺到自己心中的傷口在逐漸愈合，沈之也接受了化療。他很幸運，也很堅強，不到1年就等到了合適的骨髓。手術後恢復的也很好。我給他畫了一幅向日葵，他很喜歡，掛在了臥室裡最顯眼的地方。我沒有刻意回避陸晨的消息，聽說他再次失去我的消息之後更加瘋狂，不管誰說也不肯冷靜，只是堅定地認為自己的未婚妻是一個同名同姓卻毫不相干的人。鑑於他的行為，他的家人無奈之下將他送進了精神病院。他沒有像小說一樣迎來自己悲愴的死亡，卻因為自己的猶豫與多情被永遠地困在了10年前的方寸之間。看着這些新聞，我也不由得有些唏噓，但這個結局對他來說似乎也已經算不錯。海風輕輕吹動着我的頭髮，我望着夕陽投下的橘色碎屑，心裡計劃着下一站寄出的明信片要以什麼為主題。手機鈴聲卻忽然響了起來。喂，怎麼忽然打電話過來？你那邊已經到凌晨了吧？回頭，沈佩的聲音傳來。我轉頭去看，他正拿着手機，迎着餘暉看着我笑。海風吹動着我們的衣衫，歸巢的鳥從我們頭頂上掠過。周圍的聲音似乎在一瞬間停滯，我只能看到他緩緩向我走來。來這裡幹嘛？採風。他晃了晃自己手中的相機，隨後臉上染上了一抹晚霞。順便陪我喜歡的人環遊世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麼想說的、想吐槽的，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